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金钱与爱情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叫小文，今年30岁，是一位内衣品牌的签约模特，身高173厘米，魔鬼身材，极致性感。但是她光鲜亮丽的外表下，却有着不为人知的辛酸故事。小文出生在大陆一个普通家庭，18岁那年，她被人贩子拐卖到了广东一个小城市，在那里，她遇到了改变她命运的人，一位内衣品牌的老板。老板被她的气质和身材相中，签下了她作为品牌代言人。从此，小文开始了模特生涯。表面上看，小文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，但实际上，她背负着高额的违约金，生活十分拮据。她每月要偿还巨额债务，再加上在大城市生活的高昂开销，常常入不敷出。哎呀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小文常常在深夜独自一人的时候感叹，她渴望能遇到一位能帮她解决困境的成功人士，带她脱离这种生活。小文在朋友的介绍下，认识了来自台湾的阿正。阿正今年32岁，在台北一家科技公司工作，是个程序员。他平时喜欢打游戏，性格温和，看起来有点内向，但很踏实。初次见面，小文对阿正的印象并不是特别好，这也太普通了吧，他心想。阿正穿着简单的 T 恤和牛仔裤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宅男。而且他说话轻声细语的，一点都不像那些霸气外露的成功人士。但随着接触的增多，小文渐渐被阿正的温柔和体贴所打动。阿正对他很关心，常常会在他工作结束后接他回家，或者给他做一顿简单但美味的晚餐。你知道吗？台湾男生都很会做家务的，这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。阿正笑着告诉小文，真的假的？在大陆，很多男生连碗都不会洗呢。小文惊讶地说，两人的关系发展得很快，3个月后，阿正向小文求婚了。他没有准备钻戒，只是在一次普通的晚餐后，拿出一个小盒子，里面是一对简单的银戒指。小文，我知道这不是什么贵重的礼物，但这是我的心意，我想和你共度余生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阿正真诚地问道。小文犹豫了。他确实喜欢阿正，但他不确定阿正能否给他想要的生活。他需要一个能帮他还清债务，带他过上无忧无虑生活的人。于是，他问了一个直接的问题：阿正，你每个月的薪水是多少？阿正愣了一下，然后如实回答：我每月薪水大概是新台币7万元左右，折合人民币约16000元。什么？这么少？小文脱口而出。我觉得配得上我的男人，至少月薪应该有10万人民币吧。阿正没有立即反驳，只是温和地笑了笑，说，我理解你的想法，如果你需要时间考虑，我可以等。之后的几天，小文一直在纠结，她喜欢阿正的温柔和体贴，但又担心嫁给他会过上拮据的生活。她向闺蜜吐露了心声，傻丫头。闺蜜敲了敲她的头，你知道台湾的消费水平和大陆不一样吧？7万新台币在台湾可是相当不错的薪水了，尤其是在程序员这个行业。而且台湾的福利制度比大陆健全多了，生活质量也高。你别被表面的数字迷惑了。真的吗？可是我还有那么多债务要还。小文担忧地说，你有没有考虑过，也许阿正愿意帮你一起解决这些问题呢？你们可以一起面对啊。闺蜜建议道。小文思考了一晚上，决定接受阿正的求婚。她想，如果两人真心相爱，其他问题总能解决的。然而，在订婚仪式上，小文遇到了阿正的父母。阿正的父亲是一位退休的大学教授，母亲是一名中学老师。他们看起来很和蔼，但当听说小文是大陆来的模特时，脸色明显变了。模特，那不是很不稳定的工作吗？你有什么长远规划吗？阿正的母亲直接问道。我打算以后开一家自己的服装店。小文随口编了一个答案。那挺好的。阿正的父亲点点头。不过，我们台湾和大陆的文化差异还是挺大的，你适应得了吗？能适应的，我会努力的。小文信心满满地说。订婚后，小文和阿正开始了异地恋。阿正因为工作无法立即搬到大陆，而小文因为合约还没到期，也无法马上去台湾。两人只能通过视频通话和偶尔的见面来维系感情。
在一次视频通话中，小文无意中提到了自己的债务问题。阿正，我有点事想和你商量。他犹豫地开口，我现在背负着一笔债务，大概需要50万人民币才能还清。我想知道你能不能帮我？阿正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50万是不少钱，但如果你真的需要，我可以帮你。不过，我想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，这笔债是怎么来的？小文支支吾吾地解释了一番，但阿正似乎不太满意他的解释。小文，我们即将成为夫妻，应该坦诚相待。如果你有困难，我一定会帮你，但前提是我需要知道真实情况。小文感到有些不舒服，他认为既然两人要结婚了，阿正应该无条件地帮助他，而不是质疑他。但他还是勉强同意了阿正的要求，承诺会提供相关的债务证明。几天后，小文发了一些材料给阿正，但这些材料明显经过了修改，有些地方前后矛盾。阿正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，但他没有立即指出，只是说他需要时间考虑。考虑什么啊？不就是钱吗？台湾不是很有钱吗？你一个程序员难道拿不出这点钱？小文有些生气地说，小文，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，而是信任的问题。如果我们连最基本的坦诚都做不到，那未来的婚姻会面临更大的挑战。阿正耐心地解释，小文不以为然，他觉得阿正太小题大做了。哎呀，你们台湾男人就是这样，斤斤计较，难怪都30多了还单身。阿正没有被激怒，只是平静地说，小文，我想我们都需要冷静一下，我会再考虑考虑，然后给你一个答复。通话结束后，小文越想越气，他开始在朋友圈发泄不满，说自己的未婚夫小气，连50万都不愿意借给自己，还说台湾男人都是表面温柔，实际上很现实。他的大部分朋友都站在他这边，安慰他说阿正不值得他嫁，应该找个更大方的人。但也有少数朋友提醒他，50万不是小数目，阿正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。几天后，小文收到了阿正发来的一封长邮件，邮件开头，阿正温和地表达了对他的感情，然后详细解释了他的顾虑。他说，他在台湾的月薪虽然只有7万新台币，但在当地已经是中上水平了。台湾的物价虽然高，但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都很完善，生活质量很高。台湾并不像很多大陆人想象的那样穷。阿正写道，虽然我们的 GDP 总量不如大陆，但人均 GDP 和生活质量在亚洲是名列前茅的。我们注重生活品质，而不是表面的奢华。接着，阿正列举了一些台湾和大陆在婚恋观念上的差异。台湾社会更加平等，夫妻通常是共同承担家庭责任，而不是一方依赖另一方。台湾男性普遍更加家庭化，会做家务，照顾孩子，尊重女性的事业发展。在台湾，婚姻不是女性的退路，而是两个人共同成长的平台。阿正写道，我希望我的妻子是我的伙伴，而不是我的附属品或负担。然后，阿正谈到了金钱观的差异。我理解在大陆社会可能会有男人要有钱才配得上好女人的观念，但在台湾，我们更看重的是彼此的感情和共同的价值观。物质基础当然重要，但不是唯一标准。最后，阿正坦白说，他对小文隐瞒债务真相感到失望。爱情需要建立在真诚和信任的基础上，如果连这些基本的诚实都做不到，那我们之间的感情还有什么意义？读完这封邮件，小文沉默了。他不得不承认，阿正说的很多都是事实。他确实对台湾社会了解不多，有很多刻板印象，而且他也确实没有对阿正完全坦诚。小文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想法，他想起阿正的温柔体贴，想起他们在一起时的快乐时光。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因为物质的追求，差点失去了一个真心爱他的人。我真是太傻了。小文自言自语道，钱固然重要，但能找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人更重要啊。小文决定坦白一切，他给阿正回了一封邮件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并详细解释了自己的处境。他说自己确实背负着违约金，但具体数额没有50万那么多。他之所以撒谎，是因为害怕失去阿正，害怕他知道真相后会离开他。我知道我错了，但我真的很爱你。如果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以后会坦诚相待，不再有任何隐瞒。小文真诚地写道。阿正很快回复了邮件，他说他理解小文的处境，也原谅了他的隐瞒。我们都有成长的空间，
重要的是我们能从错误中学习，变得更好。两人重新开始了交往，这次他们更加坦诚，更加了解彼此的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念。小文也开始认真学习台湾的文化和风俗，为将来的生活做准备。6个月后，小文的合约终于到期，他决定去台湾和阿正一起生活。来到台湾后，小文发现这里与他想象的完全不同。台北干净整洁，公共设施完善，人们生活节奏虽快，但不紧张，处处体现着人文关怀。哇，台湾真的好美啊！小文惊叹道，我以前真是太有偏见了。阿正带他去了许多地方，夜市、故宫博物院、九份老街，每一处都让小文感到新奇和惊喜。他发现台湾人的生活方式更加注重品质和内涵，而不是表面的奢华。在台湾，1个月7万新台币的薪水确实可以过得很不错。小文惊讶地发现，房租不算太高，食物价格合理，医疗保险覆盖面广，生活成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。阿正笑着说，所以我说嘛，不能只看数字，要看整体的生活质量。小文也渐渐融入了台湾的生活，他学会了一些台湾的习俗和表达方式，比如称呼阿正的父母为阿公阿嬷，用好虾形容美食，说拜托而不是麻烦你等等。阿正的父母也逐渐接受了小文，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小文真诚努力地适应台湾生活，学习当地文化时，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。你知道吗？我妈妈说你比她想象中的大陆女孩子懂事多了。阿正笑着告诉小文，真的吗？我还以为她不喜欢我呢。小文惊喜地说，他一开始确实有点担心，毕竟两岸文化差异还是挺大的，但他现在很欣赏你的适应能力和学习精神。小文和阿正的婚期定在了第2年的春天，在筹备婚礼的过程中，小文发现了台湾和大陆在婚礼习俗上的诸多差异。在大陆，婚礼通常讲究排场，彩礼金额高，婚车豪华，酒席丰盛；而在台湾，婚礼则更加注重仪式感和个人情感表达，彩礼金额相对较低，整个过程更加温馨简约。在台湾，我们虽然也有过大礼的习俗，但金额通常不会太高，更多的是象征意义。阿正解释道，而且婚后夫妻通常是共同承担家庭开支，不会像一些大陆家庭那样完全由男方负担，这样其实挺好的，更平等一些。小文点点头。在大陆，很多女生找对象就看一房一车一票子，结果婚后发现金钱不是最重要的，但为时已晚。婚礼当天，小文穿着白色婚纱，阿正穿着黑色西装，两人在亲友的祝福中交换了戒指。这次不是简单的银戒，而是阿正精心挑选的钻戒，虽然不是很大的钻石，但足以表达他的心意。小文，谢谢你愿意嫁给我，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我保证会尽我所能，给你幸福的生活。阿正深情地说，阿正，谢谢你教会我真正的爱情不是用金钱衡量的。我爱你，不是因为你能给我什么，而是因为你是你。小文动情地回应。婚后，小文和阿正搬进了一个不大但很温馨的公寓。小文开始学习中文编辑的工作，希望能在台湾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。阿正则继续他的程序员工作，同时也支持小文的职业发展。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做一些与大陆市场相关的工作，比如翻译或跨境电商。阿正建议道，这样可以发挥你熟悉大陆文化的优势。小文采纳了阿正的建议，开始做一些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文化交流工作。慢慢的，他找到了自己的定位，也开始有了稳定的收入。1年后，小文已经完全适应了台湾的生活。他和阿正的感情更加稳定，两人共同经营着他们的小家。小文偶尔会回想起当初那句月薪10万才配得上我的狂言，不禁莞尔。那时候的我真是太肤浅了。小文对阿正说，以为有钱就有幸福，结果差点错过了真正的爱情。每个人都有成长的过程，重要的是你现在明白了。阿正温柔地说。小文点点头，靠在阿正肩膀上，幸福地闭上了眼睛。小文和阿正的故事在台北蓬勃发展着，他们的小家庭日益温馨。刚开始时，小文还对台北的生活节奏和文化习惯有些不适应，但在阿正的耐心帮助下，他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台湾人好热情哦，小文常常感慨，
我刚到便利店买东西时，店员会说谢谢光临，递东西时双手奉上，这在大陆可不多见。阿正笑着说，这是台湾的服务文化，注重细节和礼貌。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尊重每一位顾客，不管消费多少。小文在文化交流机构的工作越来越顺利，他负责协助大陆企业了解台湾市场，同时也帮助台湾企业开拓大陆商机。他的跨文化背景成了独特优势，让他在工作中如鱼得水。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接待了一个来自上海的商业代表团，他们都惊讶于台湾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品牌意识。小文兴奋地跟阿正分享工作经历。是啊，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在某些领域还是很有竞争力的。阿正点点头，比如半导体、精密制造、文创产业等。婚后第2年，小文和阿正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，一个可爱的男孩，取名叫小宝。这个名字既符合台湾人喜欢用小名称呼孩子的习惯，又体现了他们对这个宝贝的珍视。小宝真是太可爱了。小文看着熟睡中的婴儿，内心充满了幸福感。阿正温柔地拥抱着妻子和孩子，我们的小家庭终于完整了。有了孩子后，小文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台湾和大陆在育儿观念上的差异。在台湾，父亲参与育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阿正每天下班回家后，都会主动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，给小宝洗澡、换尿布、哄睡觉。在大陆，很多男人认为带孩子是女人的事，最多就是偶尔陪孩子玩一下。小文对阿正说，但你每天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照顾小宝，让我能够休息或处理自己的事情，这在我原来的圈子简直不可想象。阿正温柔地说，在台湾，我们认为孩子是夫妻共同的责任，不应该只由一方承担，而且父亲的参与对孩子的成长也很重要。随着小宝的成长，小文和阿正开始面临更多关于教育的问题。台湾的教育体系与大陆有着明显的不同，更加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培养，而不仅仅是考试成绩。台湾的幼儿园好像更注重孩子的社交能力和创造力。小文观察到，每次去参观，都能看到孩子们在做各种有趣的手工和游戏，而不是坐在那里识字背诗。是的，台湾教育更强调适性发展，让孩子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成长。阿正解释道，当然，基础知识也很重要，但我们相信，快乐学习比强制填鸭更有效。这种教育理念与小文从小接受的教育截然不同，但他渐渐认同了这种方式。他看到小宝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得健康活泼，充满好奇心，这让他非常欣慰。我爸妈要来台湾看我们了。一天，小文告诉阿正这个消息，语气中带着些许紧张。太好了，我终于能见到岳父岳母了。阿正显得很高兴。我们要准备些什么？他们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些意见，小文忧心忡忡地说，尤其是我妈，她一直觉得女儿嫁到台湾是下嫁，肯定会拿各种事情挑刺。没关系，家人之间有不同意见很正常，重要的是彼此理解和尊重。阿正安慰道。小文的父母来到台湾后，果然对女儿的生活状况表示了担忧。这房子也太小了吧，才70平米，在我们县城，这最多算个套间啊。小文的母亲一进门就皱起了眉头，妈，台北寸土寸金，这个位置已经很不错了，离捷运站近，生活也方便。小文解释道，你看看你，嫁到台湾来，连个保姆都请不起，自己带孩子多辛苦。母亲继续抱怨，当初那个北京的李总多好啊，开豪车住别墅，你偏不要妈。小文打断了母亲的话，我和阿正过得很幸福，请不要再提那些事了。小文的父亲倒是比较理解女儿的选择，他悄悄告诉小文，你妈就是嘴上说说，其实她看到你和阿正恩爱的样子，心里也是高兴的，只是她习惯了大陆那套门当户对的想法，需要时间适应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文的父母渐渐看到了女儿婚姻的幸福之处，阿正对小文的体贴，对小宝的耐心，对岳父岳母的尊重，都让他们不得不承认，这个台湾女婿虽然不是大富大贵，但绝对是个好丈夫、好父亲。其实台湾的生活质量真不错。临走前，小文的父亲感叹道，街道干净，人们有礼貌，医疗保障也好，最重要的是看到你和阿正这么恩爱，小宝这么健康可爱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
送走父母后，小文感慨万千，我终于明白了，爱情不是用金钱衡量的，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彼此的理解、支持和共同成长。阿正握着妻子的手，温柔地说，我很高兴你能这么想。其实，两岸文化虽有差异，但人心都是相通的，无论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，都希望找到一个真心相爱、彼此尊重的伴侣。随着在台湾生活时间的延长，小文对两岸婚恋文化的差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他发现，台湾社会确实更加平等，夫妻关系更像是合作伙伴，而非从属关系。女性的独立性和事业发展受到更多尊重，男性则更愿意承担家庭责任。台湾男生是真的顾家。小文常常在闺蜜群里分享，阿正每天都会帮忙做家务，照顾孩子，他的同事们也都是如此。这里的男人不会觉得做这些事情有损男子气概，羡慕死了。大陆的闺蜜们纷纷回复，我老公至今不知道洗衣机在哪个位置，更别提会用了。小文也渐渐发现，台湾女性在婚恋中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契合，而非单纯的物质条件。她的台湾女性朋友们在择偶时，看重的是对方的人品、价值观、生活方式是否相合，而不仅仅是有车有房。我认识的一个台湾女孩，她男友刚毕业，两人一起租房生活，慢慢攒钱，规划未来。小文跟阿正分享，在大陆，很多女孩子会觉得这样的条件不够好，宁愿单招也不愿降低标准。每个社会都有其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。阿正分析道，台湾经历过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，再到信息社会的转变，人们的婚恋观也随之变化。现在的年轻人更强调平等和共同成长，而不是过去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。3年后，小文和阿正迎来了他们的第2个孩子，一个可爱的女儿，取名小米。有了2个孩子后，他们决定换一个更大的住所。我们考虑在台北郊区买一个小独栋，那里空气好，环境安静，适合孩子成长。阿正提议道，可是郊区离市中心远，上班不方便吧？小文担忧地问，没关系，台湾的公共交通很发达，而且我的公司也支持远程办公，最重要的是，孩子们能有更好的成长环境。阿正解释道。于是，他们在台北郊区买了一栋小别墅，周围绿树环绕，空气清新。虽然价格不菲，但2人这些年的积蓄，再加上银行贷款，还是能够负担的。搬入新家后，小文惊喜地发现，邻居们都非常友善，经常互相串门聊天，孩子们一起玩耍。这种温馨的社区氛围，让他想起了小时候在乡下的生活，亲切而温暖。这里的人情味真浓啊！小文感慨道。在大城市住久了，都忘了邻里之间还可以这么亲近。是啊，台湾人很重视人际关系和社区归属感。阿正说，虽然现代化程度高，但传统的人情味并没有丢失。随着孩子们的成长，小文越来越适应了台湾的生活。他不仅在文化交流机构工作的风生水起，还开始尝试一些自己的创业项目，利用自己对两岸文化的了解，为大陆和台湾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。我现在终于理解当初你说的那些话了。一天晚上，小文依偎在阿正怀里，轻声说道，爱情真的不能用金钱衡量，真正的幸福是找到一个能够与你共同成长、互相支持的人，而你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阿正温柔地吻了吻妻子的额头，小文经常回想起当初那封让他醒悟的邮件，如果没有那封邮件，如果他坚持自己月薪10万才配得上我的狂妄想法，或许现在的他还在为高额债务苦恼，还在寻找那个可能永远不会出现的白马王子。而现在，她拥有了一个爱她的丈夫，2个可爱的孩子，一份有意义的工作，还有一个温馨的家。这一切都告诉她，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外在的物质条件，而在于内心的满足和家庭的和睦。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见证过太多因为物质条件而走到一起，又因为精神世界的不合而分开的婚姻。小文和阿正的故事让我感慨良多，也再次证明了我一直以来的观点，真正的爱情不是用金钱衡量的，而是2个人在相互理解、尊重的基础上，共同成长，共同面对生活的酸甜苦辣。因为爱情从来就不是用金钱衡量的。各位观众，感谢收看本期节目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